从前啊，太原有个王生，他游手好闲，素来喜欢沾花惹草。这天清晨，他去城外遛早，看见走来一个手提包袱的独身女子，力不胜行，步履蹒跚。王生赶上几步，上前一看，原来是个17、18岁非常美丽的女子，心中一动，便关心地问道：这么早，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哪里去呀？女子似有所求地答道：你走你的路，你又不能帮我解除忧愁，何必来问呢？王生慨然答道：请你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忧愁？说不定我可以帮你的忙呢。那女子两眼涌出泪水，凄然答道：我父母为了贪钱财，把我卖给了贵人家做妾，大奶奶嫉妒，每天把我打来骂去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才逃出来，如今正无处投奔。王生听了，心中暗自喜欢，便说：我家离这里不远，你先到我家里去吧。那女子踌躇了一会儿，脸上露出喜色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王生接过女子手中的包袱，悄悄地领她来到了自己的书房。那女子见屋子里很幽静，便问道：你家里没有旁人吗？王生告诉她，家里人从不到这边来。那女子高兴地说：这真是个好地方啊，你若可怜我，就千万别叫旁人知道。王生笑道：你放心吧，我谁也不告诉。这天晚上，他们便在书房里安歇了。一连几天，王生都没有回到西跨院睡觉。王生的妻子陈氏心中疑惑，便去问王生。王生便把遇到那女子的经过简略地对陈氏讲了一遍。陈氏一听，怕王生惹出事来，便劝道：他是从富贵人家私逃出来的，还是让他走了吧。王生心中喜爱那个女子，哪里肯听。又过了几天，王生到街上买东西，遇到一位面貌清癯的道士。那道士一见王生，便惊异地问道：你近来有什么奇遇吗？王生说：没有啊。道士摇了摇头说：你身上的邪气萦绕，怎么说没有遇到什么事呢？王生听了很不高兴，极力辩白道：我好端端的一个人，哪里来的什么妖气？说罢扭头便走。道士望着他的背影，感慨地叹道：可怜啊可怜，世间真有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的人呢。忠言逆耳，这话一点也不错。王生听了这话，心里有点怀疑那个女子，难道她会是妖怪？他又转念一想，明明是个情深意重的漂亮女子，怎么会是妖怪呢？一定是道士骗财，想找碗饭吃。王生一面想，一面往回走。他进了大门，见东跨院的院门关得紧紧的，用手推了推，里面上了栓。他心里立刻疑惑起来。突然他想起院子的东墙有个豁口，便连忙跑到东墙外，从墙豁子上翻了进去。谁想书房的门也关得紧紧的，王生便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，顺着窗户缝向里窥视。这一看非同小可，只见书房里有个狰狞可怕的恶鬼，手里拿着一支笔，正给铺在床上的一张人皮描眉画眼。画完了，那恶鬼用手提起人皮，像抖衣裳一样抖了抖，然后往身上一披，霎时间又变成了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了。王生看到这里，早吓得两腿筛糠，根根汗毛倒立，连口大气也不敢出，连跌带爬的从墙豁子摔了出去。王生顾不得疼痛，一口气跑到了街口，四下寻找道士。他找见道士，就跪在地上不起来了。
祈求救他一命。道士问清前后情由，说道：这种妖怪很善于变化，不但能变成美女，世间的各式各样人物他都能变。道士想了想说：要想把这种妖怪斩尽杀绝，一时很不容易啊。这样吧，你先把我的拂尘拿走，若是他畏惧逃走了，便由他去吧。道士叫他把拂尘挂在卧室门口，临别时和他约定，如果妖怪不走，第二天清早在城南的清帝庙相见。王生谢别道士，不敢再回书房，战战兢兢地来到了西跨院，对陈氏说了一遍。夫妻俩吓得急忙把拂尘挂在了门口，拴好了门，再也不敢出屋一步。1更时分，突然外面有咯咯的声音，王生不敢起来，叫陈氏去看。陈氏从窗缝向外窥视，只见一个美貌的女子望着拂尘不敢走近，半天才恨恨地走了。少时，那女子又跑了回来，骂道：杂毛老道，欺负到我头上来了，难道送到口的东西还能给你吐出来不成？说罢，伸手把拂尘揪了下来，3把2把扯得粉碎。那女子到了门前，双手用力一推，呼啦一声，2扇门一起倒了下来，把陈氏压在了地下。那女子进得门来，径直奔向床前，按住王生，嗤的一声撕开了王生的胸膛，一把把他的心掏了出去，飞也似的跑了。陈氏挣扎着起来，吓得大声嚎哭。丫鬟们闻声忙赶来，拿灯一照，只见王生已死，胸口上一个血窟窿，鲜血淋漓。第二天清早，陈氏把王生的弟弟二郎叫来，让他赶快去清帝庙找道士。二郎找到道士，把情由一说，道士气愤地说：我本想饶他一命，谁知他竟这样大胆。道士说罢，便同二郎一起来到王生的书房，可是只剩下了空荡荡的一间屋子，哪里还有妖精的踪影？道士又来到院里，昂首四望，说道：还好没有走远，南院是谁家？二郎说：是我的住所呀。道士说：妖精就在你家。二郎一听，又惊又怕。道士又问：你家可曾来过生人？二郎说：我一大早就去清帝庙找您呢，家里的事我不知道啊，等我回去问问吧。不大功夫，二郎就回来了，急切地说：果然有个生人，早晨有个老太婆到我家里来，要给我们当佣人，我家里看见她生得忠厚，看样子也很能干，就把她留下了。道士愤恨地说道：正是这个妖孽。说着便来到南院，从背上拔下桃木剑，喝道：孽障，还我拂尘来！这时那个老太婆早已吓得面无人色，她从院子里冲了出来，就想逃走。道士毫不迟疑，赶上去一剑将她砍倒，那张人皮立刻脱落了下来。老太婆转瞬间化为厉鬼，倒在地上，杀猪般的嚎叫了起来。道士又抡起桃木剑，把厉鬼的脑袋砍掉，那鬼尸身立刻化成了一团浓烟，顺着地皮旋转起来。道士从背上取下了一个大葫芦，拔掉了塞子，放在那团浓烟之中。那葫芦口仿佛有了极大的吸力似的，转瞬间把烟吸得干干净净。道士拿起葫芦，塞上塞子，背在身上。这时大家再看那张人皮，眉目手足无不具备。
道士像卷字画一样把人皮卷了起来，揣在口袋里，向大家告别。这时陈氏跪在地上，拦住了道士的去路，哀求道士救活她的丈夫。道士说：你丈夫被妖精挖去了心，我无法救活他的。陈氏听了更加悲伤，跪在地上苦苦哀求。道士见他情真意切，沉思了一会儿，说道：凭我的法术还是不能救他的，有一个人你去求他，一定能救活你的丈夫。陈氏忙问是谁，道士说：就是街上那个时常躺在粪堆上的疯子，你去苦苦求他，即使他侮辱你，你也不要发怒。二郎在街上常见到那个疯子，就和嫂子谢过道士，一同到街上寻找。这时那个疯子正躺在粪堆上，嘴里乱七八糟的，不知在唱些什么，鼻涕一直流过嘴唇，几步以外就闻见一股扑鼻的恶臭。陈氏为了救活丈夫，远远地跪了下来，一步步地骑行到疯子面前。疯子叫道：哎呦呦，你怎么看中了我呢？哈哈哈哈！陈氏一面哭，一面把来意告诉了他。谁想那疯子只是仰天狂笑。陈氏仍是苦苦哀求。疯子道：这件事情真新鲜，人死了你来找我啊？我是阎王爷吗？真是岂有此理！说着抡起棍子打了陈氏2下。陈氏忍着痛，连哼也没哼。疯子又有意地侮辱他，并且吐了口痰让他吃。陈氏开始有些为难，但想到道士的叮嘱，咬着牙忍受着这一切。疯子见他仍然长跪街头，便疯笑着挤出人群，晃晃悠悠地走到了路旁一座小庙里去了。陈氏和二郎从地上爬起来，追到庙里，四处寻找，那疯子已不知去向。陈氏无可奈何，又悔又恨地回到了家里，看见丈夫的尸首，又想起在街上所受的侮辱，忍不住捶胸顿足地痛哭了起来，恨不得立时死了才好。亲戚和邻居见王生死得可怕，谁都不敢上前验尸，只是站在远处观望。陈氏和家人抱尸收场，用水洗去王生浑身的血迹。陈氏哭得声嘶力竭，突然他觉得胸口那没咽下去的粘痰翻了上来，想回身呕吐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一口正吐在死人胸前的血窟窿里。陈氏定睛一看，哪里是什么痰，原来是一颗鲜红的人心，正在腔中热气腾腾地跳呢。陈氏惊喜交加，急忙用双手把那窟窿挤住，稍一松劲儿，热气便从那血窟窿的缝里钻了出来。陈氏忙叫人撕了2大块绸子，在死人身上紧紧地缠了好几道。半夜时分，王生有些微弱的鼻息了，陈氏马上又给他盖上了几条棉被。第二天天明，王生竟然复活了。他自己说，好像做了一场梦啊，再看伤处已结成钱大的痂了。王生自从换了那颗心以后，改了他那沾花惹草、游手好闲的心情，终日在家读书，好像换了一个人。